英国国王提议让美国加入英联邦，特朗普心动回复：“这听起来不错。”白宫不再遮掩，让乌克兰放弃领土，达成和平协议。82岁拜登重返政坛助乌。英、德、欧盟乃至日本等国家、地区民间组织纷纷伸出援乌之手。俄乌最新战报，乌军反退速度加快。英国将军向俄发出核威慑，一艘英国核潜艇可毁灭40座俄罗斯城市。以色列多线作战，打击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军事目标。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想法是认真的，只不过迎来了更戏剧性的反转。综合《华尔街见闻》、《太阳报》等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就美加纷争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他准备在特朗普访问英国期间，正式向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加入英联邦方案。报道分析认为，查尔斯3世的提议可能会缓解白宫与加拿大间的紧张关系，也可能象征着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更引发注意的是，特朗普随后回应称，这听起来不错，还说他爱查尔斯国王。这是戏言还是暗示？目前白宫尚未发布正式的声明，但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还是引起了热议。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就一直强调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且使出了关税的威胁手段。但如今特朗普却又表态支持查尔斯的提议，准备和加拿大一样成为英联邦国家。这算什么？黑色幽默剧的反转？开玩笑地说，总不能是查尔斯国王要成为美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吧？与此同时，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也是一样的反复多变。综合天空新闻战争研究所22日的报道，在近期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称，俄乌双方将就领土分割达成协议，并再次吹嘘将很快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甚至在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说出了俄罗斯100%不想入侵欧洲，俄罗斯不需要吸收乌克兰，以及乌克兰将会举行总统选举，并称乌克兰政府已就此达成了共识等话语。可见白宫已经不再遮掩，将会让乌克兰放弃领土，以达成所谓的和平协议。乌克兰方面碍于军援，目前并未对此做出进一步回应。现在因为特朗普的缘故，美国的灯塔正变得暗淡，但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灯塔却变得更加明亮。说一句全世界人们都在帮助乌克兰也不为过。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前总统拜登，他刚刚向民主党高层表示要筹集资金参加竞选活动，并竭尽全力夺回民主党失去的地位。拜登总统已有82岁的高龄，应该不会再参加大选，但却依然因责任感、正义感选择继续发光发热。其次是德国，除了此前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价值约4000万欧元的安文廷号邮轮外，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批准了对乌克兰提供额外军事援助的提案。根据这一提案，德国今年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30亿欧元援助，2026年至2029年还将陆续提供总计不超过83亿欧元的援助。据悉，新援助资金将专门用于提供国防装备，包括 IRST 防空系统、弹药、无人机、装甲车以及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对德国的新援助表示感谢，称这正是乌克兰最迫切需要的，足以拯救乌克兰人的生命。英国方面则与爱尔兰公司特雷兹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为乌克兰生产5000多枚反坦克导弹。同时，据3月22日英国更新的对俄制裁数据显示，英国已累计冻结了超过250亿英镑的俄罗斯资产。而截至2024年3月，英国已将2001名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给俄罗斯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失。挪威则学习德国，不久前宣布将对乌克兰的军援增加3倍。其首相斯特勒宣布，对基辅的军事支持将达到80亿美元，重点将为乌军提供火炮和无人机等紧急设备。瑞典国防部则证实称，瑞典将向乌克兰提供 ASC-890 空中预警机，具体交付时间将取决于 F-16 的改装情况。这表明乌克兰空军有意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使用。最后，欧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的额外10亿欧元的援助也已经成功交付。且据政客新闻报道，欧盟已经找到避免匈牙利否决乌克兰决议的机制，准备在关键时刻将其排除在外。若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只需要得到26个成员国的同意就可以直接执行。同时，这也意味着斯洛伐克总理菲科在最后时刻选择站队欧盟。奥尔班方面尚未回应此事，但匈牙利在欧盟的处境已经可想而知。现在其已成为欧盟里唯一反对支援乌克兰的成员，而这种反对也渐渐被欧盟所无视，再难发起有效的组织行动。除欧洲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组织也在帮助乌克兰。如在第5届乌克兰日本论坛上，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乌克兰事务所所长松永秀树表示，日本准备取代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又或是斯洛伐克一个名叫乌克兰弹药的组织，自2024年4月以来，已经先后筹集500万欧元，为乌克兰购买了2700发122毫米口径炮弹和5500发40毫米口径榴弹。近日更是宣布再次筹得了60万欧元，打算继续援助。全球这样的援乌组织还有很多，同时还有更多人在默默支持乌克兰，虽然彼此不认识，但都在做正义的事。库尔斯克方向由于收缩了防线，乌军的防御力量得到了显著增强，目前正在奥列什尼亚附近与俄军交火，同时构筑防御工事，做好了与俄军长期周旋的准备。而俄国防部制定的3月末全面收复库尔斯克，目前仅剩1周时间，接下来的战斗绝对会非常激烈。别尔格罗德方向，乌军攻入该地区已经5天了，已在德米多夫卡及其南部、东南部建立起了稳固的防御堡垒，并缴获了一批俄军的 T72 坦克与 BMP 装甲车。目前正与驻守的车臣阿伊达特种部队、别尔格罗德志愿军以及奥尔兰分队的成员展开战斗，且似乎有意调动更多的俄军前来增援。俄方消息称，正有大量预备队被调往德米多夫卡村。此外，乌军第423伞兵旅在战斗中使用海马斯系统袭击了该地区的机场，成功损伤了俄军3架米24直升机。乌东方向，卢甘斯克部队集团发言人扎波罗热茨中校3月22日表示，俄军在西维尔斯克方向增加了机动车辆，有意增大对比洛霍利夫卡、伊万诺达里夫卡村附近的进攻。扎波罗热茨中校还称，俄军第5防空导弹团和第27炮兵团正在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及其附近的乌军阵地进行最猛烈的炮击，同时对恰索菲亚尔和托列茨克始终保持着低强度的炮击。乌军则在托列茨克取得重大突破，其通过巷战击溃了俄军第110和132摩步旅，以及前来增援的俄军第150摩步师和第400炮兵团等部，成功将俄军赶出了市区。在昨日的战斗中，乌军第12亚速旅炮兵表现勇猛，使用多门247自行榴弹炮轰击俄军盘踞的废墟建筑，共炸死炸伤俄军40余人。红军村方向，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最近在纳迪夫卡西南部推进，俄军则在舍甫琴科北部和斯里布内南部推进。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双方交火频率虽高，但战斗规模较小，而且由于补给线经常遭到乌军无人机昼夜不停的袭击，导致该方向的俄军异常虚弱，已组织不起大规模进攻。一名在辛帕夫利夫卡方向行动的乌军营副指挥官3月22日表示，俄军每次发动机械化进攻前，都会先用无人机和火炮进行远程打击，之后再从多个方向发起摩托车冲锋。之所以不用装甲车，是因为俄军资源短缺，如今的俄军每个月只能在该地区进行1-2次装甲车进攻。此外，乌军近期加大了对前线俄军指挥系统的打击，如乌军第47旅就在近期战斗中打掉了红军村俄军的一个指挥部。据流出的现场视频显示，乌军在击退俄军攻势后，随即进行反推，并在过程中使用无人机向俄军控制区投掷了至少4枚炸弹。紧接着响起了数起连续的爆炸，俄军指挥部遭到了不小的破坏。而稍早时候，乌军还分别空袭了托列茨克和比尔格罗德的俄军指挥系统。据推测，乌军是想将两地的反击结合起来，更多的将战火拉到俄罗斯境内，从而策应乌东的局势。南部战区扎波罗热方向，乌俄双方各打各的。战争研究所22日报道称，俄军在斯捷波维南部推进，乌军则在维尔博维方向猛冲猛打。卢军第15独立炮兵旅于昨日战斗中，在 T0812公路附近使用海马斯系统探测并摧毁了俄军一套山猫举防空系统和一辆 BM27重型火箭炮。接下来的战事如何，火力军会持续观察。此外，在赫尔松方向，据乌克兰情报总局发布的报告称，其部队在赫尔松的斯卡多夫斯克一带发起特别行动，成功清除了2名俄军军官，目前详细的信息还在确认中。现场画面显示，车已被完全炸毁，这2名军官的身份应该不久后就能被披露。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22日，俄军新增损失1210人，被摧毁9辆坦克、96门火炮。空袭上，乌军近期对俄军恩格兹2空军基地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俄媒报道称，2名图95 MS 战略轰炸机飞行员伊利亚·拜金和叶夫根尼·西多罗夫身亡，1架图95 MS 受损，更多损失仍在澄清中。除此之外，3月22日，乌军又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梁赞、别尔格罗德、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等多个地区。俄罗斯境内包括变电站、油库等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多个俄罗斯城市断电。作为报复，俄罗斯军队同样也袭击了乌克兰境内多个地区。从3月19日开始，俄军就加大了对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其中3月20日晚间，俄军无人机群对敖德萨进行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且从网络图片和视频看，俄军的本次空袭看起来不再只是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更加广泛，更像是针对整个奥德萨进行无差别的轰炸。之后3月21日凌晨、晚间22日凌晨，分别又是214架、12架、52架俄军无人机来袭，进行无差别打击，导致包括基辅在内多个乌克兰市区发生火灾。而在对外言论上，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居然倒打一耙，指责乌克兰破坏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协议。他说，美国总统提出的停火协议已遭到基辅政权破坏，美方之后将如何管理是个大问题。泽连斯基则告诉欧盟领导人，普京必须开始履行他向世界做出的承诺，而不是以不必要的要求延长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为支持乌克兰，据《每日电讯报》消息称，英国海军退役少将克里斯·佩里近日向俄罗斯发出了核威胁，声称一艘英国核潜艇装备的3叉戟潜射弹道导弹就能覆灭俄罗斯40座城市。不过，该言论遭到了不少俄粉的讽刺，称佩里言过其实，也有称英国核潜艇作战能力堪忧。那么，英国将军的言论真的夸张了吗？英国海军装备的4艘前卫级战略核潜艇，每艘潜艇都配备有16枚3叉戟2潜射型弹道导弹，每枚导弹可携带4到6枚分弹头，每枚弹头的当量为100万吨。按照毁灭广岛和长崎的2枚初级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的3万吨当量计算，一艘满载3叉戟的前卫级战略核潜艇摧毁俄罗斯40座城市，自然不在话下。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继续扩大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成功清除了加沙南部的情报负责人奥萨马·塔巴什。这一点得到了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官方的证实。据已有的信息显示，奥萨马除了领导加沙南部的情报部门外，还长期担任哈马斯监视和目标部门的负责人，因此他早就上了以色列方面的清除名单。现在随着加沙战火重燃，也终于被正式击毙。这也是最新一个遭以军清除的哈马斯领导人。在这之前，以色列已经相继清除了哈马斯9名大员，其中甚至包括了加沙政府的负责人埃萨姆·达利斯，这表明以色列的打击正在快速升级。此外，以色列空军还在加沙中部打掉了哈马斯藏在医院内的一个军事基地。据悉，该医院是土耳其建造的友谊医院，但没想到被哈马斯改造成了指挥中心，并在医院下方挖掘了地道网，用于军事行动。但如今，该医院已遭到以军的猛烈空袭，地下通道也被击毁。另一方面，加沙战火重燃，黎巴嫩南部也重新开始了对以色列北部的打击。在最新行动中，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的梅图拉地区发射了3枚火箭弹，但均被铁穹防空系统拦截。外界预计应该是真主党发动的袭击，而此举也让双方的关系再度紧张。以色列防长卡茨随后发表强硬声明，并指示以军对此做出快速反应。3月23日，黎巴嫩政府和多家当地媒体报道称，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沿海城市提尔。据黎巴嫩卫生部称，提尔的遇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这是以色列22日发起的第2轮袭击。另一起是在提尔东南部克莱勒，造成4人受伤。受此战事影响，真主党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可能也将失效，双方的战事正一触即发。已有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在多条战线都开展了行动，除了加沙和黎巴嫩外，最近他们还频频空袭叙利亚。如近期以军就袭击了叙利亚中部的 T4和巴尔米拉空军基地，基本击毁了这2个机场。叙利亚方面则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和以色列爆发冲突。接下来战斗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据政客网报道，随着乌俄局势变动，波兰持续加码军事动作，其中在陆军方面，该国军备局近期宣布，今年首批外购军售已顺利到位，主要包括韩国的 K2 坦克、K9 自走炮、天5多管火箭炮，将装备于驻扎在波兰东部地区的第10机械化师。除武器外，波兰陆军还计划将兵力扩至23.5万人，并在未来3年增至30万人。空军方面，除采购32架 F-35战机外，该国首批赴美训练的飞行员将于春季结业。预计2026年前，该国的 F-35与 FA-50战机将组成新一代战斗机编队，从而增强波兰空军力量。其中 F-35战机的部署地目前暂时选址在西维德温和瓦斯克2处基地。海军方面，波兰今年将向英国采购3艘护卫舰，总耗资约25.8亿美元。需要注意的是，波兰海岸线仅长约500公里，因此这番大规模的投资可能是为了配合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后勤方面，波兰与斯洛伐克达成协议，将在斯洛伐克境内建立弹药生产线，旨在借助斯洛伐克的生产能力，确保波兰弹药储备充足。此外，其国防部还对外宣称，启动一项名为“雷电2025”的专项计划，准备投入8.7亿美元，建立一个跨国模拟训练中心。
并邀请美韩等国专业人员常驻指导，提升本国人员操作外购装备的熟练程度。同时，波兰还牵头在境内成立了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并在境内筹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标准化物资储备仓库，以支持在北约框架内提倡欧洲防务自主，在东欧国家的反无人机边境墙项目以及多国防空一体化项目中，波兰也表现得十分活跃。援引中时新闻网报道，洛马旗下的赛考斯基公司于3月10日对外宣称，其全新概念的旋翼吹翼无人机概念机已取得最新进展。在过去1年内，该型无人机陆续完成了初步设计、模拟实验、细流与无细流悬浮飞行测试，也运用等比例模型进行风洞测试，并且通过搜集气动力特性与飞控系统参数，首架概念机自1月起已完成了40余次起降测试、30次复杂的垂直与水平飞行模式转换，验证了飞控系统的先进性能与机械可靠性。根据报道，该型概念机的翼展长约 3.13 米，整重约52公斤，配备有2具电动马达，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59公里。其最大特点是兼具旋翼机垂直起降能力以及固定翼机的水平高速飞行能力，可在垂直飞行至一定高度后运用旋翼维持升力，同时还可调整飞翼控制翼面，转换为水平飞行状态，获得更高的飞行速度与航程距离。此外，赛考斯基公司还表示，该型无人机将具备海上与边境巡逻、运输与搜救作业能力，未来还可能会发展出更大型的版本，并配有油电力混合动力系统、改良型飞控系统，使之可在中小型舰艇的直升机甲板或者复杂野外地形中起降，同时还可挂载武器执行打击任务。如果再整合上 MATRIX 自主系统，或将还能提升有人与无人组合协同作战能力。据防务新闻报道，加拿大将为其海岸警卫队建造2艘极地破冰船，其中1艘由 Seaspan 的温哥华船厂负责，总造价约31.5亿加元。Seaspan 表示，该船厂是加拿大唯一一家拥有专业知识、设施和本土供应链来建造极地破冰船的船厂，同时这也是加拿大60多年来首次建造重型极地破冰船，将比该国目前使用的破冰船更先进。该船已于去年完成设计，建造工作预计从今年4月开始。新船全长158米，宽28米，排水量26036吨，配备有科学实验室、冰级全回转推进系统、跃驰系统、直升机平台和机库，以及远程遥控飞机系统，可以执行多种复杂任务。待其交付后，将成为全球最先进、能力最强的破冰船之一。另外1艘则由加拿大戴维船厂负责，总造价约为32.5亿加元。新船命名为 Polo Max 号，全长139米，预计今年动工，并于2030年交付。在建造的早期阶段，戴维船厂将会同步进行现代化改造，扩大招聘各种工种的技术工人。而且由于其曾于2023年11月收购了芬兰海斯林克船厂，该船厂曾在破冰船设计和建造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建造了全球超过50%的破冰船。因此，戴维船厂可能还会利用这些先进的造船技术来助力其建成这艘新型破冰船。此外，戴维船厂还曾于2023年4月成为加拿大政府国家造船战略的合作伙伴，双方签订了一揽子工程合同，包括7艘重型破冰船和2艘大型混合动力渡船。据 Axios 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近日接收了一款新型战场情报车，代号为 TITAN， 其由帕兰泰尔公司研发，可用于 AI 解析空地太空数据，能够使美军更快速地获取精准情报，并实现深度感测与远程精准火力打击2大目标。该型车分为2种型号，一种是基于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基本型，另一种则是以中型战术车辆系列打造的先进型。截至目前，帕兰泰尔公司已交付3套 TITAN， 其中首批曾于去年交付于路易斯麦克联合基地的第1多领域特遣队，预计下一批将于初夏开始交付。未来 TITAN 将于加州持续生产。如果美国陆军继续采购，预计订单将会达100至150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防与情报界非常看好 AI 技术的发展潜力。据先前报道称，2021年初五角大楼推动超过685个 AI 项目，但在陆军中就占232项，而这款 TITAN 就是其中之一。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特朗普究竟有没有意愿让美国加入英联邦？以色列为什么要多线行动？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